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完全不用排队，在家就能够办完所有的政府服务，而且呢，10年来一次都不用踏进政府大楼也没有关系。这么方便的事情是怎么办到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爱沙尼亚的数位政府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很多人对于爱沙尼亚的印象是波罗的海3小国之一，但你知道它在国际上面是有名的数位大国吗？根据2022年欧盟的数位经济与社会指数，爱沙尼亚政府的异化程度是全欧盟第一，总共有高达2600多种政府跟民间企业的服务在线上就可以完成。除了结婚、离婚跟土地买卖以外，其他的服务都不需要走出家门。此外，其他的国家的人呢，还可以申请成为爱沙尼亚的数位公民，享受许多欧盟的福利。不过，高度的数位化生活也代表可能会面临较高的资安风险。究竟爱沙尼亚政府是怎么做到维持方便性，又不用太担心资安的问题的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想让大众一起了解某个问题，或想要宣传产品资讯，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吗？欢迎参考志祺七七的商业合作方案。第一种方案呢是制作一支8到10分钟的知识型影片，我们可以将产品结合有趣的知识内容曝光，或把特定的主题变得更好懂，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第二种方案呢是制作40秒的广告，并置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它的制作迅速，可以多色的曝光，特别适合传达产品功能、活动内容等等。而第三种方案呢，则是 Shorts 短影音，透过有趣专属的1分钟节目内容，帮你有效的传递资讯给我们的观众。而最后，我们的志祺七七 Podcast 频道呢，有1分钟的口播广告合作方案，同样适合宣传各种产品或活动资讯哦。欢迎有兴趣的公司品牌跟广告行销伙伴到我们的官网看看更多详细的介绍吧。在爱沙尼亚满15岁之后，就可以获得一张数位身份证，概念上跟台湾的自然人凭证很像哦。功能主要是在线上验证个人身份，让我们可以线上查询就医记录、信用报告，还有银行开户、签署合约，甚至还能用这张卡进行线上投票。不过，爱沙尼亚的数位身份证更厉害的地方是，只要民众申办业务时提供过1次个资，之后再办任何服务都会自动沿用，不用再重复提供，大大减少了反复填写资料的时间。而除此之外呢，从2014年开始，他们也利用自己高度数位化的优势，向全世界招募数位公民。爱沙尼亚之所以想要招募数位公民是因为他们是人口小国，所以希望用网络打破国土的疆界，招募更多看好爱沙尼亚条件的人在这里开公司，发展创新的产品跟服务，来增加国家的竞争力。申请数位公民的程序也非常方便只要上官方网站申请，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取得数位公民身份证。那虽然这个身份没有居留权，也不是真正的国民，但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就享受到爱沙尼亚提供的服务，包含像是银行开户、聘请员工、签署合约等等，公司也可以适用欧盟成员国的优惠税制。而这个策略似乎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超过9万名的外国人成为爱沙尼亚的海外数位公民，催生出了超过2万家爱沙尼亚企业。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爱沙尼亚可以这么高度的数位化呢？这其实跟他们的隔壁邻居带来的威胁很有关系。这个让爱沙尼亚很紧张的邻居就是俄罗斯。爱沙尼亚过去是苏联的统治国之一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爱沙尼亚成为了独立国家，但也因为经济失去依靠而出现危机。而新上任的爱沙尼亚政权也因为预算不足，没有办法马上在国内新建基础建设，连盖区公所的预算都没有。因此1990年代，爱沙尼亚政府就决定要使用刚问世没多久的网络来发展国家的建设跟产业，不只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跟民众连接，也能够加速转型，跳脱既有的以农业跟林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更重要的是，把国家跟人民的资料数位化，并且储存在网络上面，就算被邻国侵略，资料也能够完好无缺。之后的重建工作也就不会从零开始，变成了一种独特的保全国家的方式。但高度的数位化不就意味着较高的资安风险吗？在隔壁邻居的威胁之下，爱沙尼亚又是怎么样确保资料安全的呢？爱沙尼亚政府使用了一个跨部门的资料交换系统，叫做 X-Road。这个系统呢，就是稍早提到的让国民只要提供1次资料之后就不用再填写的方便系统。举例来说，如果曾经在邮局留过地址的资料，那之后如果有其他机构需要地址的资料时，就会经由 X-Road 平台，透过凭证、统一的安全伺服器连线以及点对点加密的方式，向邮局索取地址的资料，确保只有双方看得到这笔资料。
而且所有的资料的交换记录呢，都被加上时间的戳记，保留在系统的监控日志里面。这些日志使用的是类似区块链的技术，储存在系统中的每一个资料库当中，所以几乎不可能被篡改。而这笔资料在使用之后呢，也不会储存下来，因此最后拥有地址资料的也还是只有原本的邮局而已。而如果骇客要完整取得所有的个资，就得要骇入900多个资料库才行，让资料的安全性提高了不少。而除了强化资讯系统的安全性之外呢，爱沙尼亚也从教育面做起，培养国家的资安代表队，保护网络安全。从2012年开始，爱沙尼亚开始了一项城市老虎计划，让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就接触城市，逐步培养他们的资讯能力。而到了中学阶段，学校会鼓励他们参加每年举办的全国黑客挑战赛，模拟各种政府遭到骇客攻击的情境，让参赛者完成一关一关的任务。藉由这项竞赛呢，政府可以找到优秀的年轻人，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的资安代表队，成为国家网络的防护网。不过，光是强调资安教育还是很难让所有人都放心。尤其经过苏联的集权统治之后，人民对于政府掌控个资这件事情特别的敏感，所以爱沙尼亚政府进一步公开所有的资讯使用记录，让人民能够完整的向上监督。前面我们有提到 X-Road 会记录下民众资料的交换记录，所以任何人只要登入系统，就可以查到哪个单位在什么时候用什么理由看过他们的资料。如果发现个资被不当的使用，可以向专门的资料保护监管机关申诉，要求调查，甚至是告上法院。而过去呢，也真的有一些机关跟公务员因为违反了使用规定而受到处罚。此外，政府也将 X-Road 的系统程式码公开，让所有人都可以检视，也会定期的发布抓漏计划，用奖金吸引专业人才来帮忙政府做安全评估。这些作为都让政府采用的技术可以被民间科技社群给监督。不过，爱沙尼亚政府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面对资安危机时的处理态度。2017年，爱沙尼亚政府发现数位身份证系统有一个资安漏洞，因为上游厂商生产出一批演算法有瑕疵的晶片，使得呢系统理论上面有被入侵的可能。而这个漏洞影响了爱沙尼亚国内大约80万张身份证，大约呢是全国60% 的人都出现了资安风险。而危机发生之后，爱沙尼亚政府第一时间就公开向全民说明、坦诚问题，也展开了一连串的危机处理行动，包含关闭数位公共服务的入口网，回收受到影响的身份证，宣导大众暂时改用其他的认证方式。而2个月之后开始发行新的身份证，并要求人民尽快将手上的身份证进行升级。最后这场危机平安落幕没有人的个资遭到窃取，而政府也在事后详细的检讨这个事件，并写成了报告书给公众检视。最初我们想要研究这个议题是因为注意到爱沙尼亚的数位化程度很高，一张卡片就能够完成各种事。而我们也知道，把资料数位化很有可能会面临资安的风险。比如说，最近几个月，台湾就发生了好几个民间跟政府单位的个资外泄事件，这让我们很好奇爱沙尼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研究之后发现，原来背后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要注意，包含像是数位的加密技术升级全体国民资安意识的提升，还有建立能够监督和迅速修正的机制等等。可以想象，每一个面向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推动，才能够达到像爱沙尼亚那样的程度，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今天的最后，我们想问大家的是，如果我们的数位化要发展到像爱沙尼亚那么方便又安全，你觉得我们应该要怎么开始第一步呢？ A. 要求政府采用更安全的加密技术， B. 必须要建立监督跟迅速修正机制， C. 应该要先加强所有人的资安意识跟基本观念。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爱沙尼亚超方便的数位生活。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数位中介服务法以及数位平权议题的讨论。那么今天的智力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